一位单亲母亲在自己的家中遇害，案发时她的儿子就睡在楼下。令警方感到疑惑的是，当他们赶到现场时，受害者的儿子正在烤他的面包片。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尤里卡谋杀案。尤里卡位于伊利诺伊州伍德福德县西南部，这是一个人口仅为5000人的小镇，这里安静祥和，风景如画。小镇的生活节奏缓慢，犯罪率极低。尤里卡以尤里卡学院闻名，第40任美国总统里根就毕业于这里。2002年3月6日清晨，尤里卡警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，打电话的是一名小学教师，他说他的一个学生的母亲被杀害了。几分钟后，5辆警车陆续赶到了案发现场。当时受害者9岁的儿子科蒂·吉尔森正在烤他的吐司面包。当警员推开1楼卧室的房门时，赫然看到难以置信的画面。一名女子仰面躺在床上，双脚伸出床外，她身上有超过40处的利器刺伤，整个身体和床单满是鲜红。受害者名叫切利·吉尔森，1967年12月2日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，是一位单身妈妈，当时34岁。尤里卡很少发生重大案件，当地警方缺乏谋杀案的办案经验，于是向州警寻求帮助。资深警员乔伊·斯皮德和戴尔金很快来到了案发现场，在大致了解案发经过后，他们开始对现场进行调查。乔伊注意到房子没有被强行进入的痕迹，屋内也没有被翻动过的迹象，有可能是熟人作案。受害者身上共有45处利器刺伤，致命伤为颈部刺伤。法医初步判断受害者的死因为失血过多，死亡时间大约在凌晨2点到4点之间。另外，床板、墙面和地板上都有喷溅血迹，这里应该就是案发第一现场。戴尔在床边还发现一把折断的厨刀，刀身血迹斑斑。不难想象凶手在作案时是多么疯狂，而且当时一定有很大的动静。于是2名警员对科迪进行了询问，他是案发时唯一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，因为9岁的孩子犯下重罪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科迪看上去是个内向的孩子，他告诉警方，妈妈的卧室在1楼，他的卧室在负1楼。这天早上醒来，他没有听到妈妈的催促声，感到很奇怪。通常妈妈都比他起得早，并会催他起床吃早饭，上学不要迟到。于是他来到妈妈的卧室，看到妈妈躺在那里一动不动。他还推了妈妈几下，仍然没有任何反应。此时科迪感到了害怕，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于是想到了打电话给他的老师。乔伊询问科迪，昨天晚上有没有发生了什么？科迪说，昨天晚上妈妈带他去餐厅吃了饭，当时还有一个阿姨和他们在一起。晚上回家后，妈妈和往常一样给他讲了故事，然后帮他把被子盖好后就睡觉了。半夜里，他似乎听到了女人的叫声，但他以为是妈妈在看电视，所以没有太在意。乔伊继续问科迪，为什么在妈妈出事后还去做吐司？科迪说，妈妈告诉他早上一定要吃早饭。听起来科迪不像是在说谎，但警方还需要确定一下，这关系到案件调查的方向。警员舒梅科接受过儿童心理学的专业培训，他单独和科迪进行了深入的交谈。舒梅科问科迪，你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吗？科迪说不知道。舒梅科又让科迪画了一幅画来描述他看到了什么。科迪照做了，在绘画过程中，科迪还在描述他记得的一切，但当他回想起妈妈躺在床上的样子时，开始哭泣。这一刻，舒梅克基本确定科迪不是凶手。警方还在现场重现了当时的情景，虽然科迪的卧室就在切利卧室的正下方，
但垂直距离要比正常楼层间的距离远得多。在科迪的卧室里，确实很难听到1楼发生了什么，因此警方相信科迪与凶案无关，他只是一个失去了唯一亲人的孩子。在后来的采访中，科迪说他当时并不知道警方曾怀疑过他，这简直无法相信，因为他永远不可能伤害他的妈妈。之后，科迪被老师带到了学校，暂时离开凶案现场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，但学校无法成为科迪的家。不久后，科迪被送到路德社会福利机构抚养。接着，警方从切利的家人和社会关系开始调查。米勒是切利的弟弟，他从警方的口中得知了姐姐被害的噩耗。米勒非常悲痛，他告诉警方，切利比他大4岁，在他眼里，姐姐比同龄人更成熟、更懂事。和大多数人一样，他们的父母是个上班族，母亲是家庭主妇。从记事起，姐姐就非常照顾他。在他的印象中，姐姐总是面带微笑，充满着正能量。切利的工作是校车班长，负责随车接送孩子们。在工作中，他几乎受到所有年龄段孩子们的喜爱，但在感情生活上，切利却不太顺利。他的第一个男友是鲍勃·凯勒，也就是科迪的生父。凯勒性格稳重，看上去会是个靠谱的丈夫。他们交往了半年左右，切利就怀上了科迪，但最终他们没有结婚。就这样，切利连婚纱都没有穿过，就成了单亲妈妈，而凯勒则离开了尤里卡。独自抚养孩子的切利生活非常艰难，但他没有向家人寻求帮助，而是再找了一份兼职工作——伍德福德警局的电话调度。因为他校车班长的工作是上午和下午的2头班，时间比较充裕。有了2份工作的切利终于可以勉强维持收支平衡。在警局工作期间，切利结识了她后来的丈夫鲍勃·杰尔森，他是一名副警长，也是一名单身父亲。杰尔森在工作中经常帮助切利，两人很投缘。不久后，他们就走到了一起。切利觉得这一次他找到了真爱。在他们结婚的4年里，两人看起来非常幸福。但是好景不长，两人的婚姻很快出现了裂痕，因为杰尔森有了新欢。切利在知情后主动提出了离婚，他们的离婚没有伴随着争吵，算是好聚好散。2001年10月，切利再次成为单身妈妈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渐渐地从低落的情绪中恢复过来。虽然生活变得更加艰难，但她仍竭尽所能，悉心地照顾年幼的科迪，并试着向前看。通过和米勒的交谈，警方注意到一个新的嫌疑人，那就是鲍勃·吉尔森。因为他们刚离婚不久，离婚的夫妇还有经济或其他纠纷相当常见，而且吉尔森的住所离切利家不远。吉尔森是福德伍德县警，他与调查此案的尤里卡警员都有些交集。当他来到警局协助调查时，看起来有些沮丧。他和切利虽然已经离婚，但并没有翻脸。对于切利，他多少有些愧疚。当然，他也知道警方找他的原因，因为在尤里卡这样的小镇上发生如此重大的案件，而且受害者是一名警员的前妻，他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。这让杰尔森感到困扰，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警方，切利的遭遇令他感到难过，但他与此案无关。当警方问及杰尔森当天晚上2点到4点的行踪时，他说那天晚上他和女友去了华盛顿沃尔玛超市购物，2点到4点应该是在回来的路上。这是一个容易证明或被反驳的不在场证明，只需要查看超市的监控录像就能知道杰尔森有没有说谎。就在当天晚上，警方就得到了华盛顿沃尔玛的监控录像。由于警方有明确的时间点，没过多久他们就找到了杰尔森和他的女友。根据他们在沃尔玛出现的时间以及从华盛顿回到尤里卡的车程计算，杰尔森确实不具备作案的条件。沃尔玛的监控录像成为杰尔森有力的不在场证明，因此杰尔森的嫌疑也被排除。不久后，杰尔森的母亲打电话到路德福利机构，
说想要收养科迪，这对科迪来说可能是目前最好的去处。就这样，科迪有了他的新家。案发短短2天后，该案在尤里卡已经人尽皆知，尤里卡警方倍感压力，他们分配了15名警力，对方圆40公里内有前科的人员进行了一一排查。15名警力看似不多，但这已经是小镇警局接近一半的警力了。以目前所得到的线索，警方大致勾勒出切利在遇害前1晚行踪的时间线。他们找到了科迪所说的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的阿姨，她名叫珊迪，是切利最好的朋友。她告诉警方一个重要的细节：那天晚上在上迪克雷尔餐厅，切利曾与一名男子发生了口角。警方通过调查了解到，这名男子名叫约翰·伦斯福德，是个出了名的火爆脾气。同时，他也是正在被调查的有犯罪前科的人员之一。乔伊立刻找到了约翰的住所，并对约翰进行了询问。乔伊注意到，约翰非常强壮，他完全有能力完成作案。约翰也承认当天晚上在餐厅见过切利，并和他吵了几句，但他说那可能是因为当时喝多了。在与约翰的交谈中，乔伊环顾四周，看看有什么其他线索。他发现在另一个房间的洗衣篮里有一些脏衣服，其中一件白色的 T 恤激起了他的兴趣。他站起身来走了过去，并拿起了那件 T 恤，上面沾满了已经干涸的血迹。乔伊按耐住发现新线索的喜悦，问约翰这是怎么回事。约翰说那是他准备洗的衣服。乔伊补充道，我是说衣服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。约翰回答，那可能是自己流的鼻血。这样的解释显然无法让乔伊满意。他拿着带血的 T 恤，几乎是跳着回到警局，因为如果 T 恤上的血迹被证实是属于切利的，那约翰就是罪魁祸首。T 恤立刻被送往实验室做 DNA 测试。在切利的追悼会结束后，警方终于等来了约翰 T 恤上血迹的测试结果。那些血迹属于约翰本人，这让乔伊感到有些失望。警方不得不将约翰的嫌疑排除。现在警方没有线索，没有嫌疑人，甚至没有方向，调查工作也陷入停滞。就在凶案发生的第10天，警方接到一名女子的报警电话。她告诉警方，她是从新闻里得知小镇发生了谋杀案，所以觉得有件事可能与此案有关。那就是她在家门口路边的草丛里看到一件夹克，上面似乎有些血迹，而发现夹克的地方距离凶案现场仅3个街区。警方按照女子的描述，很快找到了这件夹克。这是一件蓝色的皮夹克，上面确实有着明显的血迹。夹克立刻被送往莫顿州犯罪实验室进行分析。又一次漫长的等待后，警方得到了血迹的分析结果。这一次的结果令人鼓舞，夹克上的血迹属于受害者切利，也就是说，夹克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。这让案件的调查又有了新的方向。一方面，警方进一步对夹克进行分析，同时他们将夹克的信息向民众公布，希望得到更多线索。几天后，犯罪实验室传来一个好消息，他们从夹克的衣领处提取到一个新的 DNA， 但同时也有一个坏消息，那就是这个 DNA 没有备案在数据库里。尽管警方确信夹克是寻找凶手的关键线索，但要找到这个凶手却绝非易事。直到一个周末的深夜，一名男子走进尤里卡警局，事件终于开始渐渐变得明朗。男子名叫波比·斯塔福德，是小镇的居民。就在波比和值班警员交谈几分钟后，警员拨打了乔伊的电话。乔伊接到电话后，立刻来到了警局，与波比进行了交谈。波比告诉乔伊，他看到警方公布的夹克信息，他希望可以看一看实物或清晰的照片。当乔伊将夹克的照片递给他时，他开始哭泣，因为他非常肯定这件夹克属于他的儿子，
17岁的大卫·斯塔福德。波比告诉乔伊，大卫在切利被谋杀后确实有些不同，他莫名地哭了几次。起初波比以为是不是儿子和切利认识，所以才这么伤心，毕竟切利是校车的班长，而大卫天天都坐校车上学，所以他并没有太在意。直到他看到报纸上关于凶手夹克的信息，才想起大卫以前经常穿的夹克似乎很久没见他穿过了。他觉得事情可能比想象的更糟糕，所以才来到警局想确认一下。乔伊问波比，大卫有没有任何犯罪史，因为他也不敢相信新的嫌疑人会是一个17岁的学生。接着波比开始描述他儿子黑暗的过去。大卫出生于爱荷华州，他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不辞而别，从那时起大卫的性格变得有些怪异，并且有轻微的暴力行为。听到这里，乔伊打断了波比的话，他的下一个问题则是大卫现在在哪儿？波比说他应该在家里睡觉。乔伊知道对于波比来说心里一定充满了矛盾，他迫不得已地出卖了自己的儿子，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。这一行为如果放在阳光下讨论，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但事实上在真的这么做时需要极大的勇气。警方立刻将大卫带到了警局，并对他进行了审讯。乔伊尽可能以轻松的方式与大卫交谈，他问了一些关于切利的问题。大卫告诉乔伊，他认识切利，而且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。他还去切利家里拿过成绩单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说他喜欢切利。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奇怪，但更奇怪的是大卫说话时的样子。他有时无法控制自己的表情，甚至会笑得很不得体。按理来说，17岁的学生应该知道警局是什么地方。起初，大卫否认与凶案有关，也否认出现在凶案现场附近。乔伊让他重复了4、5次之前说过的话，但他每一次都说的有些不同。他不停地玩弄手指，分不清是紧张还是兴奋。就在乔伊不断地指出他说话的漏洞后，大卫终于承认，那天晚上他半夜在马路上闲逛，看到切利家的后门没锁，就偷偷进去偷了几张 CD。 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发现了切利的尸体，那一定是别人干的。乔伊笑着摇了摇头，他将蓝色夹克的照片推到大卫面前说，我们知道你干了什么。大卫在看到照片后终于放弃狡辩，说出了实情。他确实是从切利家的后门进入了厨房，但他没有去拿什么 CD， 他拿的是厨房里的厨刀。他知道切利的卧室在哪儿，但他确实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。他轻轻推开切利卧室的门，当切利看到他手里的厨刀时，大声尖叫起来。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刺向切利。说到这里，大卫的嘴角露出了笑容。办案经验极为丰富，从警20多年的乔伊在听完大卫的叙述后也感到极为震惊。他无法理解眼前这年轻人是如何做出如此罪恶的行径的。科迪在多年后还记得曾在校车上遇到过大卫，他总是坐在切利的身边，不停地说话，说话的样子令人感到不适。就在检察官准备对大卫进行指控的过程中，他们发现了更多波比没有提及的关于大卫的黑暗细节。大卫在过去的5年中去过13个不同的机构，多位心理学家的报告显示，大卫具有性幻想和犯罪倾向。他自己也承认，从8岁开始就觉得自己和同龄人不一样。他幻想各种场景、犯罪过程，甚至是夺走他人的生命。他比同龄人更懂得如何用语言控制别人。2001年12月，大卫从爱荷华州的一家精神治疗机构离开，跟随父亲来到尤里卡生活。他的父亲原本希望新的环境有助于儿子的成长，而且就在案发的前1天，大卫还回到爱荷华州接受了定期的精神评估。
得到的评估结果是一切都很顺利。可就在第二天，大卫就犯下了无可挽回的罪行。2003年8月，18岁的大卫被指控犯有1级谋杀罪，针对他的庭审在伍德福德法院进行。这里插几句，之所以庭审会在1年后进行，是因为期间发生了一些状况。2002年9月，6名搬家工人在整理窃立的房子时，从沙发下发现了一把带有血迹的凶器。尤里卡警局局长埃尔说，他不知道这把凶器为何会在沙发下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被发现。凶器上没有指纹，上面的血迹属于受害者窃立。最终推测为凶手在第一把凶器被折断后，又换了一把凶器继续行凶。在庭审中，大卫的律师丹·哈罗德指出，案件中的证据有25个令人费解的问题，其中包括没有指纹或 DNA 证据将大卫与凶器联系起来，带有窃立血迹的皮夹克为何会在案发多日后才被发现。他还对警方提供的认罪录音提出质疑。哈罗德还指出，大卫是一名特殊教育的学生，他可能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说了警方想听的话。而控方律师施罗德则向陪审团展示了吉尔森的照片，并描述了他作为一名单身母亲的简朴生活。他强调，大卫多次明确承认了罪行。施罗德还向法庭提交了一封大卫写给受害者儿子的信，内容为：我知道这封信永远无法证明我对你、你的家人，最重要的是你的母亲所做的一切是正当的。是何等丧心病狂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信？陪审团仅用25分钟就做出了决定，他们一致裁定大卫·斯塔福德谋杀罪名成立。最终，大卫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直到现在，大卫仍被关押在庞蒂亚克惩教中心，这里是伊利诺伊州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，他将在这里度过余生。